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三小妹。富山海女二的演员爆出了辱华言论。昨天腾讯视频放出了5月的大剧片单，里面没有诚意的富山海肯定是要出名了的，这是一条红线触及不得零容忍而且是红线问题我希望还是采取第一个办法，直接删戏份。听完他说的，我还以为是爆出了什么不能说的秘密，然后三小妹上午去找了一下录音档戏拍里头有两个问题是好多的，从什么用呢？我问他背书，就因为中国人就大部分的都是傻，大部分都是不起。所以说傻逼2个字就是红线，对吗？但是我怎么分明记得中国人提到日本的时候小对吧？然后提到台湾那个什么岛什么哇，对吧？等到被人家说了傻逼2个字不行辱华，片段全删下架封杀，只能说这很像周杰伦早期的一句歌词在我地盘这你就得听我的。还记得之前陆佩雅雅被遣返的时候，他一直说台湾没有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到底是什么呢？骂了一个地方是傻逼，所有东西都下架，这个就是顶级的言论自由。我懂了，影片下架，人设崩塌，官方封杀，小粉红原地炸裂。他说的还是大部分，还没有提到全部踩红线，这条红线到底是画在脸上，还是画在了玻璃心上？你骂美国可以，骂台湾可以，骂自己人不行了。你说人民傻，被封，职业生涯没了。你说制度伟大，上热搜，这让人觉得是不是脑子只能够归你所有？我可以有我的脑子吗？就是不能有反驳，对吧？只能有认可、点头、赞扬。人民被虐了，那是因为国家爱你。你说实话，那是因为你不爱这个国家。你以为中国是不能骂人吗？可以骂人，只要你骂的是指定的敌人，服从导向式的爱国主义。你说他们大部分是傻逼，会被封。但是呢，你要是说的是中国希望你说出来的话， Nice。我只能说台湾是政府怕人民，在中国人民怕自己。曾几何时，在中国傻逼居然不是贬义词，而是政治爆破词。但是我知道的，在台湾批评有理有据的情况下，它只是一个民主的通风口，制度完全的不同你以为在中国贪就是直接收一个红包吗？那你就大错特错了。近日在中国境内有一名律师大胆的在微博上面把贪官分成了3个等级，释出了图片，但是呢马上就被和谐了。让我们来看一下他都说了些什么。比如说在街上都无人问津的那些茶叶店、礼品店，一盒茶叶要5000起步，正常普通的老百姓会去买吗？根本不会。但是呢他从不会倒闭因为呢会有其他的人。他还有提到房地产商还会突然的有几套1折的房源，然后呢某些人的亲戚就会非常幸运的抽中他们。你说贪吗？茶叶是合法买卖，你说不贪吗？全系统都知道谁是最大的客户，像中层次的贪就更不容易发现了。突然有人设立了奖学金，自家的小孩又刚好今年被评为3好，顺利的保送到名校。第2条就是本地有企业顺利上市，自家的小舅子、小姨子、妹夫在上市前刚好是股东，然后在估价出来后转卖掉股份。还有第3条别墅、豪宅，特别是国外的，自己的老婆孩子只是住过，有钥匙，装修也是提供了参考建议，但是产权完全是其他人的咱就是说国外的房子又可以提供装修建议，又不在他们夫妇的名下。咱们再来说一说高层次的贪，这个就是很高端的合法洗钱局啦。电影投资5亿，票房做到4亿，拍卖品的拍价达到1.2亿，拍卖者和该拍卖品的拥有者都是神秘客户。贪官呢可以名下无资产，新闻看不到，举报没下文，就连这位微博主这样只是描述成了文字，都想办法让人看不到。这就让我想到在疫情的时候，当时我也是有在中国大陆学习跟工作的。疫情呢让我们跟公司一起扛，然
后呢，大家还知道那种购物卡，当时呢，像购物卡的签字，它只会写明是某某某商场的购物卡，它不会把金额写在上面。但是呢，它会让你要在上面签字，也就是说你签完你的名字后，你根本不知道你拿到的卡实际上是多少钱的。而且呢，在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去打听同集团的其他企业拿到了几张卡，因为数量永远是对不上的。烦死了！最后呢，我们听说的是某某某在某个很大型的商场里面花费了70万，一个商场它居然可以花费70万，所以说很遗憾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运气不够好。如果要是有人到中国大陆的体验非常好的话，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让我修正一下对中国大陆的想法。走着走着赔了7万，青岛一个倒霉蛋走在街上，被前面接电话的老太突然转身撞了个满怀，结果老太倒地，骨折鉴定，实际伤残，开口就要18.8万。当地法院认为，虽然前面的人突然转身是主要责任，但后面的人因为保持安全距离负次要责任，赔7万块钱，还将此案例做成了普法视频公开宣传。据称，安全距离的说法是借鉴了车辆的道路交通安全法。那如果要按这么算，就相当于我好好开着车，前车突然一个漂移，旋转180度逆行，直接冲我而来，结果对方受伤了，我还得倒赔钱。法律中根本没有人与人之间安全距离的限定。法律中有没有人与人之间安全距离的限定重要吗？人家今天想有不就有了吗？走在路上能不能够守住自己的钱就全凭人品啦。但是实际上也是可以理解啊，毕竟中国的财政已经没有钱啦，你总不能让医保去报吧？实际伤残很贵哎，但是实际上啊，这个老人他可能也没有其他的方法了，口袋里面没有钱，医保又不会报，所以他只能讹上这个年轻的小伙子了。如果要是法律判定说这个老人1分钱都拿不到，那网友讨伐的目标是不是又换了呢？实际上在这2波互相的攻击之中，归根结底还是钱的问题，不是吗？中国大陆没有健保，没有上限，经济只能够转嫁到每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身上，这已经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局了。要是人与人之间真的要保持安全距离的话，那5·1放假是不是放的有点不合理呢？景区是不是要限制大家的人流呢？总不能又要钱又要安全距离吧？我看了好多5·1的影片，那别说是有安全距离了，有距离都不错了。5·1西湖游，鱼都没你游得快。南京夫子庙，你确定不是去参加人海大赛？泰山还没看到，人山看到不少。长城，你在爬长城？不，你是在爬人梯。峨眉山，人比猴子还多。朋友们，我们现在在台湾旅游，真的，我们来了台湾，感觉台湾人民好 nice 啊。就是我们今天刚刚在餐厅里面吃饭，然后呢，那个菜上的久了一点，我们催了他一下而已，就真的只是问他什么时候好，他就跟你一直疯狂的道歉，并且能够感受到他是那种很真诚的道歉那种感觉。然后包括我们昨天的酒店也好，的士也好，你跟人家讲话，你跟他说谢谢，他就说不会；你跟他说好的，他就说谢谢；你跟他说再见，他也会说玩得开心之类的，就是他很会提供这种情绪价值给你。因为我们刚从香港过来，我感觉这个反差感还是挺强烈的。不是说香港不好啊，但我们只是说台湾人民很 nice， 真的很 nice， 非常的温柔，而且又很有礼貌，很真诚。这对香港的夫妻是5·1到台湾旅游，其实真的很不敢相信，如果要是他选择去中国大陆的话，会有这么好的评价吗？但实际上啊，咱就是说中国大陆的风景也并不是差，只是在中国旅游已经变成了一种限量版的自由，5·1只能全体出动。强制集中放假才会导致人潮的压缩爆发。中国假日设计的是黄金周加补班制，这是社会管理，并不是人民的福利安排。比如有时候连着放5天，但是后面补班的时候就要连着上6、7天的班，等于是变相把你的自由塞进了设计好的笼子里。经常会有景区说建议游客分流，出行的高峰就那么几天，基本上就是无法实现分流。所谓的
5A 景区，它的背后是有一层一层的利益输送链的，游客是被导向了几个品牌景区，它要知名了以后才有游客去。严格来说，就是在这个框框里面，也并不是游客每个人的自主选择。这也就导致了中国的旅游像运动会，大家只是排队的观众，地图、订票、邮寄全都是由百度、美团、携程这些受控平台垄断、过滤、推荐，排序里本身就有了导流的算法。例如小红书推荐的打卡点，经常是因为博主本身就已经有品牌宣传或者官方推广的案子了，人人在上面都希望找到是一个避开人群的地方，但是呢，在这样的平台上，你就会精准的中招。要是没有出去玩呢，反而让白领阶层觉得自己的生活没有质感。5·1真的只是放松吗？其实背后还有朋友圈的攀比、身份证明的舞台，你要证明你混得不错。在算法的精准输出后，中国人其实只会大面积的在中国走动。好啦，本期的影片就到这边，人生路漫漫，三妹来相伴，记得点赞关注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